宋家抛绣球选虚了！哇，看来我也有机会了。抛绣球了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，我先一步抛出绣球，选中了陈辉祖。后来七平夫贵，我受封诰命，风光无限。而我的好妹妹宋雨霏，却因嫉妒我这诰命身份，亲手害死我。这是7年前我抛绣球选虚的那天。哎呀，女儿呀，咱们宋家能不能扭转颓势，就看这次你们抛绣球能不能选中，见得良婿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抛绣球，给你妹妹打个样。这次呀，我早早的就把风声放出去了。你们看，现在站在下面的，不是小有家资的富户，就是学业有成的书生啊。你们姐妹俩，谁选的夫婿，家境好，前途旺，为父重重有赏。陈辉祖，上一世我为你3件家财铺平官路，既然重来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这次我先来，难不成宋雨霏也重生了？哎，快点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！哎呀，这是西京首富的公子陈辉祖啊！快把人请上来，把人请上来，请上来吧！宋雨霏，看来你的打算是要嫁给陈辉祖。女儿啊，你可真是选了个好夫婿啊！就是呀。听说这陈公子不仅家境好，而且学识渊博呢，这前途十分远大。陈公子啊，你笑什么？宋雨霏，你在贵客面前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姐姐莫不是看我抛绣球，我捡到了好夫婿，气昏头了吧？这样再气没用啊！抛绣球选虚的规则早就定死了，谁抛出的绣球，就是谁的夫婿。我是看妹妹寻得一良婿开心罢了。怎么恼呢？宋雨霏，这是我抢到的陈辉祖，诰命夫人是我的了，你就等着永永远远被我压在身下吧。花心的丈夫，蛮横的公婆，宋雨霏嫁进陈家有你受的。宋雨霏，你妹妹既然选择了陈公子，你一会儿选的夫婿家境可不能太弱呀，否则我宋家的脸面往哪放啊？没错，你可别选个穷夫婿，丢了我们宋家的脸。哎，这里，让给我！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扔了个死球当丈夫啊？这可是陛下亲自下令一斩不赦的重犯，竟然将绣球抛给他，是想造反吗？哎呀！李头领，这位小姐定是扔错了，你就不要为难她了。姑娘，你的绣球。这就是宋雨霏上一世抛绣球选中后死活不嫁的死囚丈夫啊！既然此生不想再被男人所伤，那这个死囚正适合我。姐姐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？怎么把绣球扔给了个死囚？这下可怎么办？悔婚吗？这悔婚不仅会让整个荣城耻笑咱们宋家，言而无信不说，爹爹的颜面何存呀？没错，那我宋家岂不是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了？宋雨霏，你简直就是要气死老夫啊！你小贱人，我看你就是存心给老爷添堵。谁说我要悔婚？
我嫁。没想到本太子被父皇赐死前，竟能遇到如此情深意重的女子。若不能逃此大难，必要好好待她。官爷，宁拆石宋庙，不毁于庄婚。望君爷您留他一夜，好让我们完婚。就一夜？就一夜。这个死囚曾经也是个辉煌的人，一夜你也不吃亏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留这个倒霉鬼一夜，正好兄弟们还能蹭顿喜酒。走了。这宋小姐真是个奇女子，居然愿意嫁给一个死囚。对呀，宋大小姐好样的。宋老板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！满城这么多女子，除了宋大小姐，谁愿意嫁给一个死囚啊？就是啊，佩服，真佩服！嫁给个死囚还这么拽，宋雨薇，我们等着瞧。这一世我定要风光过你，宋雨薇，这一世希望如你所愿。宋二小姐出阁，陪嫁黄金100两，上户5家，上等的水浇田1000亩。这么大的排场，这宋二小姐的陪嫁可真丰厚啊！怎么只有宋二小姐的陪嫁，宋大小姐的呢？宋大小姐出阁，陪嫁白布1匹，草席1张。姐姐，这嫁妆蛮适合你的嘛，毕竟嫁的是死囚，金银店铺都用不着，反而这白布草席真好用上。父亲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些金银店铺还有良田，都是母亲留给我的嫁妆吧？他死了，这嫁妆就是我宋家的财产，要怎么用，我说了算。雨妃嫁的，那可是首富之子，嫁妆少了，丢的可是我们宋家的脸。你呢，嫁个死囚，白布可以做孝衣，草席可以裹尸，多哎，看，这叶家真不愧是我城首富啊！你看这迎亲队伍多气派。宋二小姐真是有福，不像宋大小姐，嫁的是死囚不说，嫁妆又薄，以后可有苦吃了。岳父岳母大人，小婿有礼。哎，让开让开！啊，嘿呀，贤婿呀，你可来了，让老夫和雨妃好等啊！也曾经过大风吹，吹啊吹。也曾见过这吉时马上到了，可以上轿了。也曾恨因果难对，推啊推。也曾沉溺于春水，醉啊醉。劳夫君受累了。追呀追呀追呀，无奈流过了期待，已苍白。走啊走啊走啊，难耐翻越了人海。
对不起啊，我身上钱财不多，只能多留你一晚。姑娘，与你萍水相逢，您的金镯子成本也不少，让我多活一夜，也十分感激，岂能再失望气大？你犯了何罪啊？父皇赐死我这个太子，是想让皇帝登基吧？我也是将死之人，还是不要让这位小姐卷入这场皇室风波。姑娘，你还是婚书收回吧。婚书未签，你我还不是夫妻。一女岂能嫁二夫？这样怎可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在婚书上签了字，就算你死了，我宋雨薇这辈子也只会有你一个男人。你何必这么委屈自己？怎么？难道是因为我宋雨薇太过不堪，所以你才不想娶我啊？该你了。原来你叫萧寒，这个名字好生熟悉啊！我们还是快拜堂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是心海，那是爱枯荣中重来。几人能看明白？该喝交杯酒了。桑田不复在，本人不过小尘埃。如大梦初醒，回看你我让执念无改。后惊鸿爱翻炎炎烈火。不就是结婚吗？为什么我的心跳这么快？这就有问题，这就有问题。思想先走，如果一人穿过谁的爱，宇宙辽阔。走吧，该上路了。雨薇，若有来世，我宁愿当一个普通人，和你相伴一生。宋雨薇，昨晚的酒味道不错吧？这酒是你下的药？没错，这一下被破了身的你就再也不可能高价了。而我却踩着你嫁入了陈家，你看这首饰，看这镯子，都是陈家给的彩礼，而这些本来应该是你的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要那些有何用啊？我只要一夜的真心和未来的自由，
就足够。时辰已到，斩！谁敢伤害太子殿下？拦住他们，杀了太子上！走！末将救驾来迟，还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四皇子毒杀先帝，矫诏篡位，还请陛下起兵靖难，为先帝报仇。父皇被毒杀了，那就是说，之前赐死我的圣旨是假的。是。太子殿下饶命，末将也是被逼的。这是太子妃的手镯，求您看在太子妃的面子上，饶我一命吧。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既然你提到雨薇，那为了她的安全，就不能容你了。起兵，靖难！起兵！靖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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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雨薇等我，很快我就会以这万里江山为凭，让你享受这世上所有尊荣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陈辉祖，你是西京宋家的女婿？是。封陈辉祖的妻子为一品诰命夫人，陈辉祖为仇德侯。谢陛下隆恩，谢陛下隆恩。好了，退下吧。陛下，这陈辉祖是前朝余孽，为何？因为他是雨薇的姐夫，拼杀7年，终于可以回去见雨薇了。这个月又赔了不少，这一世变化也太大了，怎么突然冒出个先皇太子，还打进京城当了皇帝呢？难道是我重生造成的？可是我什么都没干呀，我只是做生意。啊，小宝，这个时辰你不是应该在学堂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夫子说学费涨了，不补钱都回家自学。小宝，是娘不好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娘，大家都说我是野种，都不和我玩，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小宝，你忘了娘怎么跟你说的吗？你爹爹是天上的真龙，一直在为民惩奸除恶。但每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踏着七彩祥云出现。娘，你这句话都说了几年了，爹还没回来，他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大小姐在吗？大小姐，灵儿小姐被封诰命，同时也是老爷的50大寿，夫人请你回府一趟。娘，宋家那些人都看不起咱们，您别去了。宋家霸占母亲嫁妆那么久不给我，趁这个机会正好讨要。我日子过得苦点没关系，但不能苦了小宝。回去告诉父亲，我会去的。驾！吁！陛下，何事？陛下，大喜啊！末将刚刚得知，娘娘有个儿子，今年正好6岁。儿子？是真的儿子？雨薇能将这孩子养大，定少不了岳父岳母的帮衬。你再去一趟宋家，备下重礼。是。等等，传令下去，大军正常行驶，朕先走一步。朕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雨薇了。
这！哟，这不是我那嫁给死囚的姐姐吗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过得可好啊？过得不错。劳烦妹妹挂念了。倒是妹妹，这么多年加入陈家，没少独守空房吧？也不知道宋雨薇上一世是怎么过的。该死的陈辉祖，天天花天酒地不说，他那个死鬼老娘也不安生。哼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宋家的大功臣回来了！快进去给祖宗上香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玉妃啊，还是你嫁得好，一品诰命，我们宋家有哪个女人有这样的地位？岳飞呀，你是给我们宋家大大的长脸了。可不是嘛！年纪轻轻就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以后我们宋家这些亲朋好友啊，就靠你了。爹爹，宋雨薇，今天是我被封诰命的日子，更是爹爹的大寿之日，你就送这破烂玩意儿？哼！你这个不孝女儿，嫁给死囚后不回宋家也就算了，你送这个，你想恶心谁？老爷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宋雨薇，她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大姨子，是不是这些年过得苦，连随里的银子都没了？这就是我今天准备的寿礼。看在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，这份礼我便算你一份。我再悄悄告诉你，我现在是陛下亲封的仇德侯，不如你就跟我吧。这些年，若不是父亲一直霸占着我王母的嫁妆，我怎会没钱备礼？若是父亲把母亲的嫁妆还我，我回头一定给您补上一份大礼。哼！我们当儿女的就算没钱，在父亲的大寿之日，不该砸锅卖铁的备上厚礼以示孝心吗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不孝。陛下有旨，宋家照顾宋大小姐有功，重礼相谢。这是陛下送给宋大小姐的，不是二小姐的。宋烈大人说了，就是大小姐。他一个跟死囚生出野种的贱人，怎么可能认识陛下？陛下又怎么可能会赏下他如此重礼？雨妃，现在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给我宋家大大的争脸。这个钱不管是给谁的，我这个家主决定了，就给雨妃了。各位族老应该知道，这些年宋家上上下下用的全是我王母的嫁妆。我出嫁后多番讨要，父亲都说没钱。现在有钱了，该还了吧？既然父亲没意见，那我便把钱拿走了。这些钱是我的，我的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！把他押起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有我这个一品诰命夫人在，没你这个贱人说话的份！放开我娘！小宝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吗？小宝要保护娘。今天是我宋家的大喜之日，岂容你这个野种嚣张！来呀，把这个野种给我轰出去！放手！小宝身上有我们宋家的血，你们凭什么赶他走？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一个连爹都不知道是谁，败坏我宋家血统的货色，你还把他当成个宝了？谁说我不知道我爹是谁？我爹叫萧寒，我是萧寒的儿子。混账！竟敢玷污当朝圣上名讳，找死！我不准你动小宝！把他抓起来！放开我！许巍，一定要等我，等我！驾！
别打了！我是野种，我不是野种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行吗？我天生小孩，我不是野种。小宝，我天生小孩，我不是野种。小东西，竟敢亵渎当今圣上名讳！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吗？小宝的父亲真的叫小海，真的是我咆哮所选的夫君啊，爹！住口！那死囚丈夫婚后第2天就被人砍头了。这个小子，不知道你是和谁苟合生出来的。我没有。各位族老，亵渎皇上名讳可是重罪。宋雨薇就是个不要脸的妇人，我提议将她和她的生母逐出宗府，将这个小野种就地打死，绝后患。没想到宋雨薇如此伤风败俗，这样的贱人不配入我们宋氏家族。我没有，真的是我和我夫君所生。娘！想要你娘的牌位啊？好啊，求我呀！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保留你娘的牌位，也可以让你儿子的名字录入我宋家族谱。求我，我要你求我！宋雨薇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然，我可是一品诰命夫人，言出必行。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你儿子就能摆脱贱籍，再也不会被人叫小野种。娘！娘，不要！妹妹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宋雨薇，我终于等到你求我的这一天了。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求你，放过我娘的牌位吧！我求你，放过我的小宝！我求你，让他进宋家族谱！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！好啊，那你说，你承不承认你偷男人？我没有，接着打！我有，行了吧，我有。真是伤风败俗啊！父亲母亲，各位族老，我宋家可是名门世家，对于宋雨薇这种自甘堕落，该如何处置？贱人，败坏门风，罪大恶极！来人，上家法！凡我宋氏子孙有伤风败俗者，自跪于火盆，1炷香的时间，香火熄灭，方可赎罪。凭什么对我使用家法？就凭我是一品诰命夫人，而你只是一个败坏家风、跟野男人生下野种的贱货。只要你乖乖领了家法，我保证会遵守信用。娘不要啊！好，苏林飞，如果你言而无信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哼！
种！过来！小宝！小宝！小宝，你放过我！小宝，我求求你了！小宝！小宝！宋雨薇，你也不用太伤心，我这就把你送下去，跟这个野种陪葬。住手！谁敢动他们母子？娘子，夫君，是我来晚了。小宝，快去救小宝！快去救小宝！没死，只是晕过去了。夫君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娘子，是我没死，你没做梦。你们不是说宋雨薇的夫君是个死囚，早死了吗？看他这身装束，一看就是家境不凡呐，怎么会是死囚呢？就是你伤的雨薇。没错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不仅如此，就连这个小野种也受官人阉的，能拿我怎么样？小宝，小宝，你别吓你啊！小宝，小宝，你快醒醒！你快带小宝去看大夫！小宝，小宝，你醒醒！你们给我等着，回来再跟你们算账。想走没有那么容易。让开，否则夷三族！夷三族？你个死囚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乃当今。小宝，宋雨菲，你先让他们把路让开。今天对我干的这些所有事，我就当没有发生过。我不报官，你抓我走，你让他去看大夫吧，我求你了。报官抓我？我看你是怕报官抓你自己吧。还有你个死囚，不好好躲在老鼠洞里苟延残喘，竟然敢跳出来！猜，县衙要是知道这个死囚还活着的消息，会做些什么？夫君，娘子，我不是什么死囚，我是……不是死囚，难道还是皇帝不成？玉妃啊，你是一品诰命夫人，跟个死囚废什么话？快把他拿去报官！一品诰命夫人，你是雨薇的妹妹宋雨菲。是啊，说得对。把这个死囚抓起来，我就立功了，说不定陛下还赏赐我。赏赐？你如此欺辱朕的妻儿，还想要赏赐？竟然敢自称朕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想谋反不成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狂徒给我抓起来！等等，这个人的声音真的很像陛下，而且他也叫萧寒。喂，他真的是陛下吗？你们难道以为他真的是陛下吗？他要真的是陛下的话，那他前世，那他7年前怎么会是囚犯呢？你们别忘了，他在囚城里面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难道真的是通明？可这声音……好女婿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他要是皇帝，我还是王母娘娘呢。哼，也是，一个死囚怎么可能是陛下？夫君，你娘子，朕真是皇帝！居然敢冒充皇上！已经不是普通的死囚那么简单了，必须重拳出击！快，都给我上！
生死不论！夫君，你快带小胖走！滚开！朕叫你们都死！都给我上！谁给我上？赏金10两！萧寒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反抗！夫君，你别管我，你快带小胖走，你别管我！不要！不要！娘，你们看，你们的大女婿像不像条狗啊？像，真是太像了。他可不是我女婿，我只有一个女婿，那就是陈辉祖。还是宇飞聪明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就都被这小子爽了。要不是我，你跟小宝也不会这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快，别哭，我没事儿。没事，我让你没事。不要！英子，你居然还能动他！宋雨飞，你恨的人是我，千刀万剐也好，挫骨扬灰也罢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夫君和小宝，我求你了！要杀要剐，你冲我来，别动他！宋雨薇，你凭什么可以被这么多的人爱恨敬仰？你们这么恩爱是吧？就给我一起上路吧，去死！住手！找死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救人呐！上！沈怀祖，你快救我呀！快救我呀！谢将军，我是陛下行风的仇登侯，我们见过他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抓错人了，你们应该抓他。你要干什么？姐姐，救救我！姐姐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！你就绝不放过我吧！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夫君，快带小宝去看大夫，快！起来，救人！是。你疯了！谢大人是陛下眼前的红人，镇国将军，跟他做罪找死啊！堂堂一个大将军，还拿走了我的尖子，为什么还要帮着苏雨薇跟我作对？听说谢大人一直体恤手下，这个萧寒肯定是谢大人的手下，所以他才这样做。一个大头鞭竟然敢如此猖狂！等谢将军走后，我定让笑话好看！放开他！不要伤害他！不要伤害他！
小宝没事了，你也没事了。夫君，英子，小宝，我要去找小宝。大夫看过了，小宝只是香水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这怎么能怪你啊？你无需自责，都是你。这些年，你吃了不少苦吧？在我登基后，其他人见我都是阿谀奉承，只有雨薇才会关心我过得好不好。其实我不是什么死士，是我的夫君，你的身份不重要，你回来就好。你是谁？想对我娘做什么？小宝，不得无礼。他就是你爹爹。爹爹，哎，我就是你爹爹。爹爹，我好想你啊！齐天大老爷，你敢为我做主呀！哎呦，哎呀，诰命夫人，您可莫哭，有什么委屈跟下官说，下官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哼，一个死囚犯和女娼，您放心，包在下官身上。小宝，等我们回到京城之后，我们就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，开心吗？有爹爹和娘在身边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夫君，不就是进京去看婆婆吗？干嘛这么逗小宝？炳辉，昨晚飞哥告诉我找到了雨薇和孩子，难道是喜极之节？对，着急见你。我快马加鞭赶过去捡蛋，可是雨薇和孩子……婆婆身体重要，还是快些回去吧。我和小宝慢慢去京城就行。京城等我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你们留下来，务必让他们安全到达京城。娘，爹怎么又走了？这次小宝会不会又很久很久见不到他呀？小宝，放心，你爹很快会再回来的。娘娘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是否出发？娘娘，宋雨霏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们抢走了陛下赏赐给我的金子，还问我来做什么？上，把他们给我抓回县衙审问。大胆！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面前岂能如此放肆？那是宫中的腰牌呀，难道他们真是什么大人物？谁不知道当今陛下尚未娶妻，更没子嗣，哪来的什么皇后、太子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可是什么可是？有我这个诰命夫人顶着，还怕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呀！太难了！带犯人！
大胆罪妇，见到本官为何不跪？我不知所犯何罪，凭什么要跪？倒是他们，朗朗乾坤之下，竟滥杀无辜。你身为他们的长官，也难辞其咎。是吗？大人明鉴，小的们在抓着罪妇时，不知他从何处找来一群狂徒，竟敢抗拒执法，小的们无奈只能动粗。明明是你们！大胆！还敢狡辩是吧？你现在不跪，好，本官就打到你跪为止，大清伺候。我没罪，我为何要跪？哎呀！瞧瞧这，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没跪，难道说这女子真的是被冤枉的？听说这县令收了黑钱，故意刁难这女子。这些衙役是什么货色？你们不清楚吗？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！你，早知道如此，还用本老爷动刑吗？说，你把宋家的礼物藏哪儿了？那日宋雨飞对我滥用私刑，将我打伤之人，我不知陛下赏赐的所为何处？不说是吧？还敢狡辩？请证人。哎，这是谁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这呀！哎呀，再看看吧，再看看吧。他们凭什么可以做？闭嘴！你是什么身份？还敢跟诰命夫人和仇国侯相提并论？大人，就是这个人，把陛下赏赐给我的金子抢走，还请大人为我做主。我没有，不信，你们可以随便搜，若是搜到，我任你们处置。你是说可以随便搜？你个跟死囚生出野种的荡妇，说的话能当真吗？快点说，把我的金子藏到哪儿了？不是你偷的，就是你丈夫偷的。这件事跟你们夫妻俩脱不了干系。他那日一直都和我在一起，何时去偷的？死囚说的话能信吗？我丈夫说过，他不是死囚，他不是死囚。那7年前他怎么会被关在囚车送往刑场？是啊，他不是死囚，前世为什么会被处斩？这时又为何消失7年不见天日？哼，难不成还想狡辩？给我打，大刑伺候5号，你究竟是谁伪造消息，敢骗朕，收捕后逼归了？是哀家下的命令。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齐人母后无案，朕去接雨薇和小宝回来。况儿，你要封宋雨薇当皇后，哀家不说什么。但是册封太子事关国本，你可要慎重啊！毕竟你跟他只相处了1夜，你怎么确定孩子就是你的血脉？后羿怎么能这么说？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小宝，爹，快去救娘！雨薇怎么了？犯了什么事情？朕就违命了！快说，招还是不招？我不招，我没有罪。你们说我偷盗，你们有何证据证明？就是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偷盗啊？就是证据，就证据是吧？爹，你说，是不是他把我们家的赏赐给偷走了？大人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宋城
是宋雨薇的亲生父亲。你是他亲爹，那你一定会帮他说话吧？哎，各位放心，我身为宋家的族长，怎么能说谎，败坏我宋家的名声呢？我证明，陛下给我宋家的赏赐，就是被他给偷走的。亲生父亲都这么指认了，那蠢没错。看起来人模狗样，没想到如此龌龊。骗子，去死吧！我说过，我不是骗子，我更不是小偷。这次我不仅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还要让你被万人唾弃。父亲，你是说要把这个败坏门风的家伙赶出宋家吗？宋雨薇，这是我宋家和你的断亲书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我宋家之人了。宋城，你以为我很想当你女儿吗？但其实可以让我宋雨薇以后的荣华富贵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就你还荣华富贵，下辈子吧。你一个阶下囚，还在雨妃这种一品诰命夫人面前谈什么荣华富贵？真是笑死人了！既然你们说要与我断绝关系，但你们宋家强行霸占我王母嫁妆一事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你，关老爷，他们宋家说我偷盗陛下赏赐只有口供没有实证，那他们宋家霸占我王母嫁妆一事，让政务长进权，请大人明鉴。是政务长拒赐，请大人明鉴。还有这事？这太不要脸了！这家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种事都做得太过分了。既然您稍转移话题，大人，苏雨薇盗窃陛下赏赐一事，证据确凿，请您快下令吧。没错，今天只为审理你盗窃宋家宝物一事，休要胡搅蛮缠。现在宋家证据确凿，你也无需狡辩。来人，画押。只有口供，哪来的证据确凿？本官说证据确凿就证据确凿。最后问你一遍，签还是不签？我没有签，我不签。吴大人，他这样做，是不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？来人，给我打线走，给我打，打到画押为止。这帮狼狈为奸、很奸计的畜生！宋雨薇，你若再敢伤害雨薇，定要把你五马分尸！这太可怜了吧！太可怜了，这太可怜了。大人，他晕过去了。既然不说话，那就是对罪情没异议了。是。来人，签字画押。
我没罪，抱歉，我不认罪。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认罪？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我不认罪。应该是被冤枉，非要逼别人认罪。宋雨薇，你为何要处处跟我作对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低头？不认罪是吧？给我继续打！打！大人，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出人命就出人命，有我这个诰命夫人在，你怕什么？宋雨薇，你所拥有的恐怕就只诰命夫人这一称号了吧？父母把你当成飞黄腾达的工具，夫君更是对你毫不在意，你真可悲，我可悲。这个被我踩在脚底下的平民百姓，有什么资格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公道自在人心，神仙。在这个世上，谁有权利，谁才能掌控人心。宋雨薇，盗窃陛下赏赐，证据确凿，现判游街示众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没有听到诰命夫人说话吗？罪妇宋雨薇偷窃陛下赏赐，证据确凿，罪大恶极，现判游街之刑。像这样道德败坏的女人，就应该打死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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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死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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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？宋雨薇，这下我看你还如何猖狂！宋雨薇的丈夫好像跟谢将军很熟啊，要是他们知道了，以后报复我们怎么办？放心，他们没有以后了。陛下的赏赐都敢偷，他只想害死我们全城的人啊！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！没有，没有！打死他！让开，都让开！行，算了，我们换你。是。宋雨薇不是罪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宋雨薇不是罪！住手！苍苍，相对望为何然？路茫茫，风在飞，思绪软。流星生花百态，小宝没事吧？小宝没事，放心吧。聚散太纠缠。跟他们没关系，是宋雨薇。雨薇，啊，雨薇，雨薇，你若有3长2短，这让全城的人给你陪葬！一个死囚说的什么大话？大胆，竟敢对陛下不敬！陛下。
什么？居然是陛下！他是陛下？不会吧？这还真是陛下！陛下，这可跟我没关系，都是宋雨薇，他偷奸陷令，带着于荣、宋城一起。陛下，是他们把娘娘害成这样的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都是宋雨薇的手艺，都他的手艺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求陛下饶命！这下彻底完了，重活一世，我还是选错了。宋城及其家眷谋害皇后罪大恶极，立即处死。这令革去所有官职，流放3000。全部带走！慢着！你快走，他们要抓你！娘子，快走！我们在宫里，很安全，别害怕。宫里。小宝呢？小宝在哪？娘子，你伤得太重了，只有太医能救你。我快马加鞭把你带到宫里，小宝也在宫里，被人照顾得很好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母后，你为何不让我杀了那些伤害雨薇的人？你刚登上皇位就大开杀戒，让别人怎么看你？再说了，那宋雨霏、宋城都是宋雨薇的血亲，你杀了他们，宋雨薇现在不说什么，将来会怨恨你怎么办？还是母后考虑的周到，是朕冲动，那他们就由母后处决。既然知道冲动，那册封她皇后的事，以后休要再提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她一个民女，怎能配帝王？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可她当初嫁给我时，我还不是什么帝王，只是一个危在旦夕的死囚。当初，若不是他用这个镯子收买看守，我也挺不到谢安他们来救我的时候。可以说我这个皇位是他给的。祖母，我们不是要去抓蝴蝶吗？祖母马上就去。好。母后，你不是说小宝他不是我的血脉吗？谁说小宝不是哀家的乖孙子啊？你看这鼻子、眼睛、嘴巴，跟你小时候长得多像啊！爹爹，你回来了，娘呢？你娘好着呢。走喽，我们去抓蝴蝶喽。你册封她皇后也可以，但是必须经过哀家的考验，在考验期未结束之前，不许你告诉她我们的身份。其实我是谢将军的侍卫，之前在刑场是谢将军救了我们的事情也都是他帮忙。原来如此，谢将军大恩，莫齿呢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何必？我和尊父一见如故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我还有要紧事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个宫中生活所需，你问尊父就行。告辞。宫中生活，宋家那些人不是被流放，就是被打入内务府，当做苦力。我想着你在荣城也无亲无故，就在宫中给你找了个差事，这样我们夫妻也会朝夕相处。你不会怪我擅作主张吧？
你为了能让我们一家在宫中团聚，恐怕也费了不少力吧？这又怎么能怪你呢？对不起。夫妻本是一体，可别再说这话了。西将军给我安排了什么活？好干吗？不知姑娘想做什么？这是张嬷嬷，总管宫中大小事务。只要不麻烦夫君和您，什么都行。脏的累的可别安排啊！咱们这是在宫中，哪有让我们挑三拣四的道理啊？不是都说宫里人勾心斗角的吗？怎么这个张嬷嬷和谢将军这么好说话，搞得我们好像像什么大人物似的？那个，要不您先去忙。这位姑娘，你跟我来便可。差事要紧，你快去忙吧。这是陛下形影不离的金镯。这是我娘的金镯子。没错，我们成婚当天，你就是用它，你为了让看守留我一夜，交出的金镯子。日后你在宫中，只要拿着这枚镯子去找到任意一名宫女或者侍卫，他们都可以找到我。这宋雨薇都安排好了，已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去内务府管理烛火。只是，怎么，他对这宫中最轻松的活儿也有意见？不，那位姑娘很是听话能干，只是陛下将她一直戴着的镯子给了那个姑娘，奴婢担心被有心人看到后猜到她的身份。这样，那哀家就去会一会这个让陛下念念不忘的宋姑娘。新来的，这些衣服今晚洗干净，否则不许吃饭。张嬷嬷只是让我管理烛火，洗衣并不是我的职责范围。所有刚入宫的宫女都要洗3个月的衣服，你又不是什么高贵的大小姐，凭什么例外？这规矩可有明文可看？什么明文暗文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你洗不洗啊？一个刚入宫的小丫头，哪那么多问题？让你洗就洗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该不会以为跟张嬷嬷说2句话就能让她关照你啊？要知道这规矩可就是她定的。张嬷嬷这么好说话的人，怎么可能定下这样以自立欺人的规矩？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。站住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洗不洗？若是我的工作，我绝不推三阻四，但休想逼我做不属于我的事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给你好好立立规矩。那是陛下戴的玉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陛下的东西！把镯子给我！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怎么可能是陛下的东西？一个小偷还敢狡辩！把它拿下，交给张嬷嬷。放开我！这是我的东西，不是偷的。还敢嘴硬！住手！后宫禁地，岂容你们如此放肆？平日里教你们的规矩都忘了吗？竟敢在宫中打架斗殴，成何体统？是他们先动手的。奴婢们是见他偷了陛下随身携带的玉镯才会如此，求嬷嬷明察。这是我娘留下的遗物。够了，把镯子拿来！放肆！你可知这是谁？这是内务府的王嬷嬷，她说什么你就听什么。若是其他事，就算我再苦再累，也毫无怨言。可这个镯子，既是王母的遗物，也是我和夫君的定情信物，恕难从命。陛下随身携带的镯子，宫中谁人不知？
怎么可能是你母亲的？陛下的东西都敢偷，以后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。都闭嘴！我再问你一遍，到底给不给？既然不给，那你就在这跪下。什么时候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你最好拒绝哀家，这样哀家就能顺理成章地把你赶出宫去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在这等着，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。你们都散了吧，今天晚上谁都不许吃饭。小宝睡了吗？母后将雨薇安排到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说是安排到内务府了。那个小贱人竟敢偷陛下的玉镯，活该被王嬷嬷罚跪。拜见陛下！陛下，那人在哪儿？掌嘴！陛下饶命啊！许巍，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跪在这儿的？你先起来。我让他跪的。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你快走啊！她是掌事宫中内务府的王嬷嬷，我们得罪不起。他，王嬷嬷，怎么不行啊？行，那不知雨薇是怎么得罪您的，让您这么生气？这是大人物，大人物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？你不要命啊！怎么，你还想教我做事？不，他不敢。雨薇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，我替她向您赔礼道歉。现在天色晚了，我们回去休息了。你疯了！王嬷嬷，她是关心则乱，并不是有意要与嬷嬷您作对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看来她倒是很在乎皇儿啊。若我非要与她一般见识呢？我见嬷嬷您喜欢这个镯子，只要你不怪罪于她，我愿把它献给嬷嬷。你不是说这镯子是你母亲的遗物吗？如此宝贵的东西，为何给我？赶紧起来，身上还有伤。陛下，算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这镯子我先替你收着，日后再还你。你但愿不怪罪于他？我哪敢怪罪他呀？真是娶了媳妇忘了。张嬷嬷，我们走吧。是。我们若是留在这里，有些人啊，指不定心里怎么骂我们。雨薇，你受委屈了。怎么那么大的胆子？万一嬷嬷他们不依不饶怎么办？我没事的。只要你和小宝没事，我怎样都行。陛下，你是陛下？陛下有旨。末将领旨。陛下有什么旨意？将军快宣布吧。这人跟陛下长得好像啊。因你长相跟陛下有几分相似，现升你为影卫一职，贴身护卫陛下。好了，现在跟我去见陛下吧。谢将军，这人虽少了陛下影卫，但他跟宫女私通一事，你莫管吗？私
私通？陛下还未有妃嫔，那我们这些宫女就都是陛下的女人，你都跟她抱在一起了，不叫私通叫什么？没错，他们刚刚的苟且之事都被我们看到了，岂能当作无事发生？我有丈夫有孩子的，我怎么就成了陛下的呢？谢将军，他都承认了，还不知他一个淫秽后宫之罪。住嘴！大家快来看呐！郑国将军包庇狗男女淫秽后宫。包庇什么？宫中岂容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污言秽语？拖下去杖毙！是。看来之前我是错怪你了。求姐姐救我一命！赵嬷嬷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王嬷嬷，请您饶过他们吧，他们罪不至死。你确定为他们求情？要不是因为他们，你之前也不会被罚跪那么久。你就不气？姐姐饶命！姐姐饶命啊！既然这样，那王嬷嬷，请您饶他们一命吧。人非圣贤，岂能因为一点过错就伤他人性命呢？你还不错。既然不错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？好，今天就看在他的份上，饶你们一次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后1个月，宫中换洗衣物就由你们3个人负责。是。天色不早了，都散了吧。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是想让别人说你淫秽后宫吗？我没事，马上就过来。哟，三位姐姐今天怎么回这么晚呀？还不都是被那个贱人害的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去，给我们3个来洗脚水去。居然有人敢欺负三位姐姐！我这有一计，能帮着姐姐们解气。真的？说来听听。你觉得宋雨薇如何呀？奴婢觉得，宋雨薇人挺不错的，倒像是个良配。小宝听到娘的名字了，娘来找小宝了吗？对呀，明天就可以去找他了。你把他带来见祖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祖母，我就知道祖母最好啦。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你跟我来，祖母要见你。祖母？你哪来的祖母啊？祖母不是爹爹的娘吗？好啦好啦，你跟我来嘛。绿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这是太后点名要的，你能帮我送进去吗？娘，快走吧。我看你这下怎么活。小宝，走，嬷嬷带你去玩。你来的正好，把酒端过来吧。
你已经通过我的考验，这镯子呀，先还给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你竟敢在酒里下毒！下毒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。来人呐！我们中毒了，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护驾！传太医！你给我起开！不过是训斥了你几句，没想到你竟然在酒里下毒害我！娘娘，如此丧心病狂之人，岂能留他？把他给我拉下去杖毙！陛下来了正好，走，陪朕去看看雨薇。陛下，娘娘她……雨薇怎么了？张嬷嬷说，娘娘她毒害太后，要杖毙娘娘。毒害太后？这怎么可能？可太后那边说人赃俱获，证据确凿，会不会是她知道您的身份，所以……一派胡言！跟朕去看看，到底是谁敢陷害朕的皇后？是。张嬷嬷，这交给我们吧，查清楚他是否有同伙，毒药从何而来。在酒里下毒的人不是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你下的毒，还想诬陷我？侍卫哥哥，先打他几下，让他清醒清醒。要不是我替你们求情，你们早就死了。你们恩将仇报，你们不得好死。恩将仇报，今天我就教你，在这宫中互相贡献才是生存之道。像你这样心慈手软的家伙，该得打死喂狗。你自己蠢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放心的走吧，我们会把跟你苟且的侍卫送下去陪你。你们不要伤害他。不想让我们找他麻烦啊？很简单，就看你怎么想。是不是？只要我写认罪书，你们就会放过他？雨薇，雨薇，雨薇，在你眼里，除了那个女人，还有哀家吗？母后，您真中毒了，中了什么毒啊？严不严重啊？陛下，娘娘中的是乌头之毒，幸亏太医刚才来得及时，要不然以娘娘的岁数，恐怕……太医把哀家救了回来，是不是很让你失望啊？您说的是什么呀？哀家死了，你不就可以和宋雨薇那个毒妇双宿双栖了吗？母后，雨薇给您下毒一事必有蹊跷。蹊跷？是不是让他当着你的面把哀家毒死了，你才肯相信？陛下，老奴刚才是亲眼所见，娘娘喝了那毒妇送来的酒后，才出现的不适。之后在那酒中更是查出了乌头的成分，这毒不是他下的，还能是谁下的？不可能，雨薇她不是那样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跟他才相处几天，怎能看出他的蛇蝎心肠？别说是你了，就连哀家也差点让他给骗了，同意他进门。母后，这件事情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你替我照顾好太后。娘娘，陛下，万一又被那毒妇骗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不让他们见面。这就能放过我夫君了吧？
快把这贱人认罪书送给张嬷嬷。既然你这么听话，那就更不能让你如意了。去，带人把这贱人的夫君叫来，一起打死。我的，那人要是不来呢？你笨啊！他不来，把他骗来不就行了？就说他娘子找他。你自己傻怪谁？留他最后一口气，别打死了。等他夫君来了，一起送你去。小宝，你可千万不要来啊！陛下，您不能去啊！陛下，张嬷嬷，你别以为你跟在母后身边多年，朕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小心你的狗命！陛下，您想要老奴的命，您随时都能拿去。但是，请您想想，若您放了宋雨薇那毒妇，朝野上下会怎么看您、看太后娘娘呀？下毒一事势必有蹊跷，等朕救到雨薇之后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给母后一个交代。陛下，本来还想多留你些时辰，不过刚刚张嬷嬷派人下了命令，要现在就弄死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让你的奸夫下去陪你的。住手！住手！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他才不是陛下，不过是一个跟陛下长得一模一样的侍卫罢了。敢如此欺辱朕的皇后，朕要诛你们九族！你还真当自己是陛下呢？还真？哼！我倒要看看你个小侍卫拿什么诛我九族。他真不是陛下？郑国将军在我面前亲口说他不是陛下，你想想，郑国将军是每天贴身护卫陛下左右，他能认错？那只是朕大胆狂徒，事到如今还敢冒充陛下！来人！朕是皇帝，如若不信，你们可以让谢安、王某还有太后来见朕。刚刚张嬷嬷还派人传了太后旨意，叫我立刻马上就杀了这个毒妇。你若真是陛下，岂能不知？哦，下毒一事必有蹊跷。既然他无话可说了，那就先送这个胆敢毒害太后的贱人下去，再送这个胆敢假冒陛下的奸夫下去陪他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不要！谁让你停的？继续打，打死为止！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哟，你还有力气说话呀？给我狠狠的打！我猜不会有人伤害你的。你快走，你别管我。我是你夫君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替他送酒，你就不会被我害成这样。都怪我，是你下的毒，都是我的错。若我早知道在宫中人心如此歹毒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进宫。雨薇，要你们若想害我夫君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还打吗？这样情深意重的女子，真会丧心病狂的毒害？张嬷嬷都认定是她了，难道你们想抗旨不遵吗？张嬷嬷想害的人是我，跟夫君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们放过她！你做梦！你走吧。谁允许你放过她了？张嬷嬷只说要杖毙这个女子，又没说要杖毙她。你
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你快走！我不走。你走啊！杨子，我说过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，所以不要浪费力气了。既然是他自己不走，干脆一起打死了事。再拖我时间，让张嬷嬷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把事儿办好，你们知道后果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先走，然后找人来救我。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侍女能叫来什么大人物救你吧？我从来就没有奢望过他能搬到什么救兵，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。你都要死了，你笑什么笑？你凭什么笑？你是在羡慕我吗？也是，像你这种只懂得勾心斗角的人，你又怎么会懂得爱与被爱的感觉？在这宫中哪有爱？只有胜者亡，败者死。那你真是可怜。我让你再说，我让你再说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何必如此羞辱他？就是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快点把事情办完，我们好去交差。你们竟然同情他，难道跟他是一伙的？你个疯女人，你跟他才一伙的！不是一伙的，就马上给我弄死他！这个就是那贱人的认罪书。好啊，这下我看皇儿怎么替那个毒妇狡辩。那个宋雨薇还认识陛下。张嬷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老奴已命人让侍卫去立即处死宋雨薇。那就好。希望皇儿和小宝不要太哀家。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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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说娘很快就好了吗？娘呢？小宝，祖母给你找个新娘亲，好不好啊？小宝只有一个娘亲，才不要什么新娘亲呢。殿下，就宋雨薇那毒妇，她怎么配做陛下的女人呢？您的母后呢，应该是那种温婉贤淑、母仪天下的类型才是。我不许你说娘的坏话。宋雨薇是陛下的女人，所以那个侍卫真是陛下。小宝啊，就是因为祖母说了宋雨薇几句重话，她就在这酒里下毒。你说她是不是坏女人啊？那酒是别人给娘的，关娘什么事？什么？小宝和娘来这时，看见和她一样衣服的姐姐崴脚了。快叫雨薇回去！陛下，快穿太医，穿太医啊！宫中戒备森严，到底是谁将陛下伤得如此之重？难道是前朝余孽不死心打入宫中了？啊，那这该怎么办呀？谢将军，你赶紧去找人出京护驾呀！太后莫慌，这伪帝的势力在陛下入宫前就已经清扫完毕，不可能入宫啊！不是前朝余孽，那皇儿这伤势……姐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都是绿萍，是绿萍说陛下是侍卫，跳得好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贱婢，
你们竟然敢伤害陛下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杖毙！妈妈饶命！妈妈饶命！太后饶命！太后饶命啊！谢叔叔，等等。小宝，他可是杀害你爹爹的人，为何帮他说话？祖母，小宝不是替他说话，爹爹刚刚说了，让我们去救娘，不是想让他带路。娘娘在哪？速速带我们前去。是。你相信我，要恨就恨玉嫔，别恨我。你住手！哪来的小野种？有我在，你们别想伤害娘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原来是你生的野种，怪不得这么大的胆子。好啊好啊，你敢骂我是野种？祖母说了，宫里谁敢这么喊我，都要打板子。你完了！你以为你祖母是太后啊？还打板子？小野种，你再不，我连你一块儿打！小宝，你别说了，你快走啊！娘，你别怕，祖母他们马上就来了。还有人要来？不行，也真是什么大人物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弄死他们！他就是个孩子，童言无忌，我求你放过他吧。小宝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小宝要保护娘。闭嘴，你别说了。小孩子才这么小，我们才下不去手。下不了手就滚开，我自己来。你敢伤害我们，祖母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以为你祖母是什么东西？是吗？那哀家算什么？拜见太后娘娘。祖母，就是他们要杀小宝和娘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小宝放心，所有伤害我儿媳妇的人都要死。王嬷嬷是太后，她就是我婆婆。你是太后儿媳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侍卫真是啊！卑职不知道，刚刚打的是陛下，求娘娘饶命啊！求娘娘饶命！好啊，原来打皇上的是你们！来人，将他们……要不还是先问一下娘娘。玉薇啊，你看该如何处置他们？求娘娘饶命！求娘娘饶命！这些侍卫也是听命行事罢了，刚刚还替我跟萧寒求情，我认为不应该罚他们。这样以后在宫中还有谁会用心做事？娘娘真是宅心仁厚，怪不得陛下如此喜欢她。娘娘，陛下，我刚才还想问你，你不是掌管内务府的嬷嬷吗？怎么成太后了？那萧寒他……皇后娘娘，这件事情您还是自己去问陛下吧。眼下我们还是先解决这个罪魁祸首。以为装晕了就没事了？谢安，去把他给我弄醒。是。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醒了，我醒了，求娘娘饶命！我已经饶过你们一次，这次若不是小宝他们来得及时，我早就被你打死了。我是畜生，我是人渣，求娘娘饶命！够了，这种用过的把戏就别再用了，看着恶心。郑嬷嬷，宫中这样陷害他人的行为，一般会怎么处置？宫中对陷害他人的行为，一般是打80大板后逐出宫中。但他陷害的是娘娘，还殴打了陛下，最少也得5马分尸，一灭9族。一灭9族就算了，直接送他上路吧。是不是我一个人
做的，还有侯爷和黄莲，而且我们是被一个叫做宋雨霏的宫女蛊惑的。宋雨霏，这是你上次让我开的养身子，你收着。陆太医，雨霏被人陷害了，陆宫中。若不是因为你一直关照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。莫哭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不会在宫里受委屈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还有事情要做，就先走了。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再来找我。若不是因为你在宫中有几分权势，鬼才愿意找你。哼，前世的死囚，这也是怎么成皇帝了？宋雨霏的命就这么好吗？宋雨霏贼心不死，伙同他人陷害娘娘，现赐死。嬷嬷，我自打入宫以来，一直谨言慎行，哪里敢不坏贵人？我嬷嬷明察。不是你给绿萍他们出的主意，以毒酒陷害皇后娘娘的吗？就是。若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陷害皇后的？没错，皇后娘娘，宋雨霏，你知道就好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拉出去杖毙！嬷嬷明察，嬷嬷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呀？嬷嬷，我有事关皇室血脉的大事，向太后禀报。你说什么？小宝不是陛下的孩子？没错，太后也知道奴婢是宋雨霏的妹妹，这些年来一直和她生活在荣城。那个小宝是不是陛下的孩子，我最清楚。小宝跟陛下小时候长得如此相似，怎么可能不是哀家的孙子，陛下的儿子？来人，把这个胆大包天的贱人拖出去砍了！太后若不信，可以滴血认亲。说那小宝和陛下的血型相同，奴婢也被千刀万剐。太后娘娘，事关皇室血脉，还是要慎重啊。娘，爹爹什么时候起来陪我一起玩？小宝，大夫不是说了吗？爹爹现在身子要静养，你可别把爹吵醒了啊！宋雨霏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哀家让他来的。你让他来，为什么？为了取血认亲。娘，滴血认亲是什么意思？婆婆，你的意思是小宝不是夫君的孩子？我不是爹爹的孩子，那我是谁的孩子？那就要问你娘了。我宋雨霏这辈子只有萧寒一个男人，不是他的孩子，还能是谁呢？你能骗得了太后，你骗得了我吗？这野种！你这小子分明是跟别人所生，只是你在知道陛下身份之后，为了过上好日子，让他装成皇子罢了。我若是你说的那种人，当年萧寒不过是一介死囚，我为何要嫁给他？我若是你说的那种人，当年死牢一别后再了无音讯，我为何不敢嫁他人？我若真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为何独守寒窑7载，独自将小宝拉扯大？娘娘，不是太后娘娘她不相信你，只是事关皇室血脉，事关重大，太后娘娘也是万不得已才听她。宋允薇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为何就是不敢让这孩子和陛下滴血认亲？太后，我就说了，她不敢滴血认亲，谁说我不敢？婆婆，只是夫君现在还尚未好转，能不能等他醒来，身体好些后再进行？好吧。太后，你可千万不要中了宋允薇的缓兵之计啊！谁不知道陛下被他骗得团团转？说等陛下醒来再想滴血认亲，恐怕就难了。胡说八道！
为了皇室血脉不被玷污，求太后下旨，滴血认亲。张嬷嬷，你看这如何是好？事关皇室血脉，老奴觉得怎么慎重都不为过。可是，只是要陛下一滴血，对他的伤势能有什么影响？那既然没有影响，那就传陆太医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先听听太医怎么说。拜见太后。陆太医免礼。谢太后。陆太医，哀家想让陛下滴血验亲，不知对龙体是否有碍？啊，回太后娘娘，只是几滴血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既然没有影响，那就劳烦陆太医为陛下、为小宝取血验亲吧。是。娘，小宝能不能不扎针啊？不扎针怎么知道你是谁的儿子？小宝，你已经是男子汉了，难道你还会怕扎针吗？小宝已经是男子汉了，小宝不怕打针，小宝要保护娘和爹爹。取血真的对夫君身体无碍吗？你放心，无碍。小宝竟然不是陛下的孩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宝真的是夫君的孩子，我发誓！明明是你们二人做的手脚。宋雨薇，是你跟人偷钱收了野种，关我什么事？太后，混淆皇室血脉可是夷九族的大罪，卑职怎么敢呢？就是啊，太后，宋雨薇这个胆大包天、利欲熏心的家伙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动机这么做？祖母他们都说我不是爹爹的孩子，是真的吗？哀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子，别这么叫哀家。太后，这野种的一言一行，爹是宋雨薇教的，就是为了讨您的欢心，您可不能轻饶他。宋雨薇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别杀小宝啊！来人，将这个胆大包天的贱人，还有这个小野种，一起压下去。等陛下醒了，再做处置。是，请吧。娘，我好冷。冷啊，冷就睡吧，睡着了就不冷了。为什么祖母他们都说我不是爹的孩子？那我是谁的孩子？你就是萧寒的儿子啊！祖母他们只是被坏人给蒙骗了。到时候等爹醒来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真的吗？夫君她会不会和婆婆一样，也被宋雨霏骗的？真的，小宝，就算爹不认你，还有娘在，等我们出宫了，到时候一起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。他们不认我，我还不认他们呢。这宫中这也不让干，那也不让干，无聊死了。等爹醒了，我们就走吧。等出宫之后啊，我们就看见了。姐姐你还真是厉害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那宋雨薇打入冷宫。就是，要不是姐姐，我们今天就惨了。谁能想到姐姐才入宫不久，就能够把陆太医给生完？你在瞎说什么？
姐姐息怒，是我多嘴。我干他！你们记干他！我不认识什么乐太医，更没有让你们去掌握他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个宋雨薇只是被打入冷宫，万一陛下醒后要保住她怎么办？那就在陛下醒前让他死。这小宝跟陛下长得那么像，竟然不是陛下的孩子，这其中是不是有问题？这滴血验亲从无纰漏，除非是验的血有问题。要不把他们叫过来再验一次？陆太医当着我们的面亲验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说再验一次被外面听到，岂不是等着别人传闲话吗？娘娘英明。既然这样，宋雨薇让他儿子冒充皇子的事，您打算怎么处置？如何处置？再怎么说，小宝也叫了哀家那么多天的祖母，宋雨薇也是和陛下拜过天地，那就赏他们些银两，赶出宫去。是。雨妃拜见嬷嬷。你就是那个宋雨妃？是我。嬷嬷真是好记性，怪不得太后啊这么看重你。太后娘娘免了你的死罪，允你回乡。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雨妃不想出宫，只想留在嬷嬷和太后身边效犬马之劳。陛下现在还没娶亲，我留下来，说不定这皇后之位就是我的了。难得你有这份心。既然你开口了，我这里有一份旨意是给宋雨薇的，你替我去宣读吧。宋雨薇？她怎么了？她怎么敢的？你随我去见太后娘娘。宋雨薇真的说了，等陛下醒来就罢黜哀家。奴婢不敢欺瞒娘娘，那宋雨薇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哀家对她已经是网开一面，她怎么如此不知好歹？娘娘，奴婢是宋雨薇的妹妹，从小和她一起长大，就是因为知道她贪得无厌水性杨花的脾气，我和父母都对她敬而远之，但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但不想在魅惑了陛下之后，竟然倒打一耙，让陛下认为奴婢和父母都是恶人不成，还将奴婢赶入宫中做苦役，将奴婢的父母流放千里。连亲生父母都如此对待，没想到这宋雨薇竟这般恶毒。一想到父亲母亲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遭受流放之苦，奴婢就无比悲痛，还求太后为奴婢一家做主。传哀家旨意，免去宋氏夫妻流放之刑。宋雨薇十恶不赦，流放万里，不死不归。谢太后，谢太后。你不错，以后就留在哀家身边吧。娘娘，奴婢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求娘娘恩准。宋雨妃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说吧，你是想要金银还是？奴婢虽不喜宋雨薇，但姐姐是姐姐，求娘娘恩准，让我送她一程。哀家准了，你宅心仁厚，等陛下醒来，就去他身边伺候吧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别伤害小宝！这样的环境你都睡得着？宋雨薇，活该你一辈子受气。等爹爹醒了，我非要让他打你们屁股。你个小野种还想让陛下撑腰？下辈子吧。太后都已经下旨把你们流放万里，
别说是陛下还没醒，就算醒了，你们也指望不上。把我们流放万里，为什么？你欺瞒陛下在先，混淆皇室血脉太后。太后没有把你千刀万剐，已经是开恩了，还敢问为什么？把我们流放万里可以，那能不能让我再见夫君一眼？你当真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宫去！我要见夫君，我要见西安将军！你们别动我娘！好了，闹成这样像什么话？张嬷嬷他们欺负我和娘。宋雨霏的话就是太后的意思，你们娘俩就安心上路吧。姐姐，最终还是我赢了。等夫君醒来，他自会来找我。那我们走着瞧嘛。忘了告诉你，太后已经下旨让我伺候陛下。你以为夫君会看上你吗？男人嘛，都是见异思迁的货色。只要我略施小计，拿下他还不简单？我相信不久之后，你的男人就是我的啦。你竟然还想抢我爹爹，你坏！小野种，你懂什么？萧寒本就应该是被我的绣球砸倒，成为我的丈夫。是你娘抢走了他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生活。谁抢了谁的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们可以上路了。那就连夜送他们上路吧。小宝，我们走。宋雨薇，事情还没完呢。娘，小宝好累啊，还要走多久啊？二位君爷，孩子身体不好，能不能先把他的手脚镣铐去下？去什么去？止步！谢将军，是太后叫我来伺候陛下的。雨薇，雨薇，陛下醒了，陛下醒了！皇儿，皇儿，皇儿，你终于醒了！哎呀，列祖列宗保佑！皇儿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穿太医啊？雨薇呢？小宝呢？是我他们人呢？他怎么在这里？太后说小宝不是你的孩子。小宝怎么可能不是朕的孩子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朕要去见雨薇和小宝。可是没有可是。哇，你如果当真容不下他们母子俩，朕跟他们一起走便是。陛下，去什么去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退后！二位官员，我们是这个罪妇的家属，想跟他聊两句，还希望通融通融。兄弟，我们去那边休息休息。贱人，没想到老爷我还会回来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害我们吃那么多苦，居然还问我们想干什么？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杀了他！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，你们放过小宝。放过他？那当日我们被陛下处置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放过我们呢？那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要不是你们几次三番的让宋雨霏陷害我，夫君怎么会处置你们？你还敢顶嘴？你别欺负我娘！小野种，再喊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你们要杀就杀我，你们别伤害孩子。你想保这个小野种？你现在自尽，我保他不死。贤婿，斩草要除根呢。只要我自尽，你们就会放过小宝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插翅难飞了，我有必要骗你们吗？你们若是骗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娘，不要！
一镜自尽啊！可以放过他吗？宋雨薇，你都已经嫁给皇上了，还被我们逼成这样，你可真是蠢呐！我说了不杀他，但我没说我愿放动手啊！怎么快跑！怎么快跑！小东西，跟你娘一起去吧！雨薇，这，住手！陛下，这可跟我没关系，是宋雨薇她自己捅的自己，跟我没关系。雨薇，没事吧？你别笑我。太医，快叫太医！传太医！爷，就是他们逼死娘的，你别放过他们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我们都是被哄骗的。对，陛下饶命啊！也不知道父亲他们有没有及时弄死宋雨薇，万一让陛下碰到了。嬷嬷，您找到陛下了吗？是你指使宋城他们劫杀雨薇的吗？劫杀？陛下，你在干什么？玉妃可是大功臣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？功臣，把你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他，否则朕现在就宰了你。奴婢没有。陛下，宋城等人已全部伏诛，这是他们的证词。是我将父亲去劫杀宋雨薇，但我也是为了陛下和太后着想。如果会下皇室血脉的人都能得到宽恕，那世人会怎样看待陛下？怎样看待太后？是啊，陛下，这雨妃虽然做事有些不妥，但是毕竟念及她一片好心。是，虽有不妥，你知不知道，雨薇差点因为他死了。什么？宋雨薇没死？上天垂怜，雨薇心脏异于常人，这才逃离死劫。那既然宋雨薇没事，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。毕竟她混淆皇室血脉在先。母后，当真以为小宝不是我的血脉？陆太医当着哀家的面亲自验的血，怎能有假？带上来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把你们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跟太后讲，否则朕杀无赦。是，陛下，是吕平在让我滴血验亲的时候，让我做了手脚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陛下饶命啊！是宋雨妃，是她指使我干的。是他们动的手脚？这怎么可能？去把小宝带过来。是。小宝，我们再给皇祖母验验血，好不好？她不是我祖母，我没这样的祖母。但为了娘，我愿意再验一次。小宝是我的亲孙子，哎呦，小宝。
将他们拖出去，斩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已全部伏诛。小宝，去找娘亲了。爹，娘什么时候醒啊？你娘啊！陛下，太后和众大臣都在外面求您上朝。朕不是说过吗？雨薇一日不醒，朕一日不上朝。但国家大事，国家大事哪有雨薇重要？当初若不是为了雨薇的安危，我根本就不会起兵靖难。陛下，皇后娘娘醒了，她醒了。雨薇，雨薇，我怎么还在这？我不要待在这。雨薇，宋雨霏他们，我都已经处置了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可是，参见太后。免礼。这是之前一直没机会告诉你，其实你当年救的囚犯是先皇的太子，这天下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从今往后也是小宝的。雨薇呀，哀家之前错怪你了，今后你就是后宫之主。